大家好，我是程飞。今天啊，跟朋友在这个南开大悦城的温野菜来吃一个寿喜烧自助。蔬菜和一些根茎类的、菌类的都是自取的。调料台、饮料柜，这边也有。这边还有丸子和凉菜。吴君蛋真的是寿喜烧的好搭档，试了一次之后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让牛肉变得更加嫩滑。点完餐坐下了，准备吃了啊。从它这个进门之后，它这个各个价位来看，就稍微有点蛋疼。它定了2个价位，原价199和原价249。你可以通过直播间买券，然后呢可以让价格便宜，分别是159和219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些特殊的食物，比如说和牛牛肉和这个生蚝，你就不能享受优惠价，只能按原价。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？反正我刚才理解起来就挺麻烦的。那你说这个他既然这么收费的话，他干嘛不直接弄3个价位呢？是不是？把那个和牛跟那个生蚝设置成最高价位的就很 OK 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他这么设置，就让人很难迅速的理解每个价位有什么东西。哦对，而且他那个酒也是，他那个酒写的是方案2畅吃，或者方案1再加59块钱可以喝酒，但是你方案1跟方案2的差价都不到59啊。一会儿啊，咱们还是看看它这些东西品质怎么样哈。他家这个锅感觉比其他家要小一点啊，然后比其他家的要深一些。菜基本上上齐了，咱们准备开动。哇，过瘾啊，过瘾！行。哇，这好像也是好久没吃寿喜烧了啊。今天咱们来解个馋，过个肉瘾，沾上满满的鸡蛋液。鲜嫩的牛肉沾上蛋液之后，增加了滑滑的口感，还有以及这个锅底微微的甜味儿，太赞了。刚才吃的这肉啊是叫做大米龙啊，煮个不8秒左右啊，这肉质还是非常的嫩啊。但是呀，他家这个和牛的牛肉，说是现在临时搞的活动，临时推出的，也就是说，原本正常情况下，你200多的价格只能吃到这种安格斯牛肉，连和牛都吃不到啊。我当然希望这个以后肯定是能够一直和牛一直有哈。但是如果你要真是说200多吃安格斯，那肯定是不值的。生蚝也都来了啊，这个头还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刺身是每人限量1份，每一样是2份2片。然后这个虾滑、鱼滑，每人限1个，2个人就可以选2个。这是9碗呢。这东西和我想象的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但是呢，像这个东西，它有威士忌的味儿，但是苏打水里没有气儿，也没有冰块，喝上去是温的。继续大口吃肉。谢谢。其实我刚想说他这个服务很好，还帮着给捞沫子啊，但是他拿着这个捞沫子的勺，在2边的锅底里来回的去盛，就是把这个锅底给弄串味儿了，这稍微细节上有点不够的完善哈。来，尝尝他这个生蚝，煮完了也是挺饱满的哈。生蚝品质很好啊，这个更大一些，品质是 OK 的，很肥美。但是好像别家也是180的价位就能吃到这个海鲜畅吃哈。原本方案2里的安格斯牛肉，看看跟和牛的口感差别大不大哈。肉还是挺嫩的，但这安格斯感觉肉香味不足啊。你说你花200多吃个肉香味不足的肉，那多大冤种啊！然后啊，像是其他家可能
他家这个相当于你249块钱才能吃到这和牛，其他家，好像也220左右就可以吃到了哈。它这个安格斯牛肉的我觉得最大的功能就是说让我觉得花了249吃这和牛很值。它这个方案2的优惠价是219一个人，要花220吃这种肉，我得哭死。有些寿水烧酒为了让自己显得高级，找一些刺身凑数啊，就是属于不吃完全不心疼，吃了反而占肚子。三文鱼品质还是挺好的，除了小点儿没别的缺点，肉很厚实，然后脂肪也很肥美。来个甜虾，再来几个生蚝啊。咱们就还是多吃它的和牛吧。看看它这个虾滑和鱼滑，我这里拿的应该是鱼滑，这里边还有这个融化的芝士，这鱼滑还不错，可以看看虾滑。虾量也还是可以的啊，然后也有一些整块的小的虾肉，就是可惜啊，它这个鱼滑虾滑是只能限一份，聊胜于无吧。它这个生蚝还可以，又点了10份。这里上肉稍微有些慢啊，刚才点了点了14盘肉，现在已经10多分钟了。它这个生蚝确实是每个都相当的肥啊，这夏天能有这么肥的生蚝不容易。这生蚝配上它这个店里的火锅酱油，相当 nice。肉总算上来了，咱们接着吃肉。到底那个垫的位置的。谢谢。它这个甜点这次有点慢啊，20分钟才上来，可能是搞错单了，下单搞错了。芒果绵绵冰，这没给浇个果酱啊。这就是吃的一个冰凉的口感啊。经过制冷机之后再给削出来，这每一片冰渣都特别薄、特别小、特别碎，所以它是能达到一个入口即化的效果哈。肠胃不好不要冷热混吃。这个是南瓜蛋挞，前段时间在一个寿司自助吃这个特别好吃啊，今天又看到了。这因为毕竟可能用的都是同一个供应商的半成品，味道还是没问题的。就是这个半成品为什么这么久才上来？黑糖冰激凌，冰激凌感觉还到不了八喜的档次。因为它这个上菜实在是有点慢哈，然后迫不得已就只能从那个丸子区自己拿了点吃的啊，鸡胸肉和一些丸子啊。一般日式火锅店里的这个芝麻酱啊，我之前吃过的都不咋地，他家这个还是能接受的啊。然后感觉里边但是放的糖有点多，入口又是一个甜口。再来吃点丸子和鸡腿肉。这鸡腿肉好嫩啊！不过毕竟这鸡腿肉也都是30多块钱小火锅的水平啊，你花200多再吃不好就不应该了。这好像是羊肉丸子，还以为是牛肉丸。就如果在日本的寿喜烧，这个应该是7种丸子才是正常。锅里都捞干净了，我们消灭它。
隔壁杯子摔碎了，服务员马上提醒顾客别把手弄伤了，由他去清理。这点可以看出来服务意识还是很好的。但是当天可能人也太多，服务员人手有点不足，所以上菜速度啊确实有点拖累。OK， 出来了，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，他家这个店吧，给我感觉稍微有点尴尬，没啥太大的毛病，但是跟天津的同行来比，就是比不过啊。同样的东西，别人比这儿便宜啊，然后同样的价格，别人比你这儿种类多、丰富的多。像是其他店可能是100、180就能海鲜常吃，它这块没啥海鲜，还必须得250块钱才能吃个生蚝。你像别的家那个安格斯牛肉100多就能吃到，他家这块居然需要200多才能吃到，就确实优先级不高了啊。那个别的家有更便宜有更好的，为什么要选这家呢？是不是？也没啥太大的硬毛病。完了就说这个上菜慢吧，咱就当他这个周末人多了哈。我觉得这家总体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有一些点就很让人介意。例如说酒水这方面，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系统就有点问题。包括我点了一个，这是威士忌兑苏打水，整个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还有整个它这个酒水加59这个地方吧，也让人觉得非常的疑惑。对，这个定价策略也很让人搞不明白，也很复杂哈。反正如果您没吃过别的，来这块第一次来这儿吃，体验应该还可以。但是如果您吃过别的，再来这块就感觉会有差距啊。那么好的，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希望我的视频能给您带来好的胃口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